他的使命生来就与众不同，他灵魂燃烧如火焰熊熊，铸就了无与伦比的坚定。Yeah yeah alright， 他总希望风雨之后现彩虹，在黑暗中等待黎明，神选之子终身的梦中。日夜在流年里变换，星辰在掌纹中旋转，总是风景云涌，气象万千。走过那场斗倔强，从孤身铠甲，生而倔强，当然要为爱再出发，骄傲勇敢的唱吧。虔诚的信念是不胜不归。Every night， 遇见时问自己是否无悔，有你笑中带泪，追逐日月星辉，于无声处听惊雷。依据骑士殿处罚规则，我宣布，你将被剥夺荣誉，骑士殿除名。剥夺荣誉，骑士殿除名。一旦被除名，就会背上终身无法洗脱的污点，千夫所指。圣骑士长大人，你说，我的母亲曾告诉我，人无完人，4号骑士只是一时失态，并非有意冒犯。如果因此就将他逐出骑士殿，我认为这个惩罚太过严重，请您再给他一次机会吧。不需要你求情，你97号，你无需再劝，我意已决。即日起，4号骑士，骑士殿除名。另外，97号是本届唯一一个越阶击败对手的骑士，所以在下一轮比赛当中，他将获得一个轮空的名额，提前进入决赛。弟弟好棒！提前进入决赛，那不等于直接进入猎魔团了？还是骑士殿第一个进入猎魔团的人？是啊，难道圣骑士长认为他的潜力比那几个5阶还要高吗？啊，这个97号是什么来头啊？来自皓月分殿奥丁子殿，名字都没听过的小地方，也能出这种天才？教官，你说圣骑士长找浩辰干嘛呀？仙儿，作为骑士，要时刻注意自己的形象。糟了，圣骑士长不会因为刚刚浩辰给那位骑士求情，顶撞了他，所以来找浩辰麻烦吧？啊！教官，身为骑士，金生，他们要回来了。你的弟子非常优秀，今日荣耀于他实至名归。我很期待他接下来的表现，希望没有打扰到你们，告辞了。弟弟，恭喜你获得本届猎魔团的首个名额，真给姐姐长脸。干得不错。不过刚才圣骑士长找你干什么？圣骑士长想让那位4号骑士做我的护从骑士，但我还没有答应。护从骑士？那是什么？与主骑士签订护从契约的骑士，
就叫护从骑士。他们是坚实的盾牌，永远守护在主骑士身边，是绝对忠心的伙伴。一旦主人遇到任何危险，护从骑士都要舍身奉献。那在战场上，浩辰岂不是相当于多了半条命？因此，护从契约出现至今，自愿成为护从的骑士少之又少。像他这种天才做护从的，自古以来更是绝无仅有。这事儿还真有点古怪。这也不见得是好事儿。那家伙一看就不好相处，拽得258万似的。我也希望圣骑士长能打消这个念头，这样轻易决定别人的未来，对4号骑士并不公平。糟了，说好要去登彩儿的。老师，我突然想起来我还有事，我先走了，再见。弟弟这么着急赶回去修炼啊？浩辰这孩子向来刻苦，从来不让为师操心。不好意思，等很久了吗？彩儿，你怎么了？大小姐的杀气还是一如既往的强势啊！肯定是因为这小子让大小姐等太久了，这回她死定了。你受伤了？怎么伤的？谁伤了你？以后少说点话。不要担心，我已经没事了。你怎么知道我受伤了？还好，伤势不重。听出来的。我虽目不能视，但听力要比普通人好一些。你中气不足，分明是受了伤。我在参加猎魔团选拔赛，今天遇到的对手很强，所以才受了点伤。不过我赢了。我还没告诉你吧，我是一名骑士哦，所以放心吧，我送你回去。我好像听到了一些声音。是有人在放烟花。烟花好看吗？好看，有很多种颜色，还有很多种形状。有的像小狗，有的像小猫。啊，这个像个大鲸鱼，绿色的，还会喷水。到了。回去早些休息吧，明天我还等你。明天我比赛轮廓，可以先来等你了。好，你以后比赛不要那么拼命了。不是拼命，是努力。我要努力变得强大些，才能更好的保护你。我先走了，明天我来等你。
查清楚今天骑士殿的比赛情况，看看是谁让他受伤。另外，各式伤药准备一份，在他回去前送到他房间。遵命。韩宇，知道你错在哪儿了吗？这句话我已经听您讲了1万遍了，爷爷。1万遍？我看你哪怕听10万遍，也还是这个样。那您何必还要再把我叫过来？混账！我不把你叫过来，难道任由你在外面丢尽我的老脸吗？丢脸？你永远只在乎你圣骑士长的脸面，所以当初你才会下令让我爸妈去送死吧？再丢下我了，傻孩子！我命你即刻率军出发，镇守玉龙关。死守到底！直到现在，你还是不知错。我是骑士，你爸是骑士，你也是骑士。你爸明知凶险，却仍旧慷慨赴战，是为了骑士的荣耀。但你看看你自己，藐视对手，挑衅裁判，你觉得你还配做一名骑士吗？就你现在这样子，还想进入猎魔团，还想挑战魔神，简直就是痴心妄想。那你希望我怎么做？你已经被逐出骑士殿。现在，要么拿着这笔钱给我走，要么你就去做龙浩辰的护从骑士。5年后，下一届猎魔团选拔赛时，我再让你重归骑士殿。真的想好了？说到底，你根本没有给我选择的权利。做他的护从骑士没什么不好，这样你还可以跟随他加入猎魔团历练，未来或许还能一同成就神印。够了，爷爷！是不是在您心中，我永远也比不上别人？圣骑士长大人，这是您要的关于龙浩辰的资料。果然，他真的是星宇殿主的儿子。全大陆最强惩戒骑士的传承，难怪如此优秀。说不定，他能改变韩宇这小子。怎么就不能体谅爷爷的用心呢？不过是一点小伤，彩儿竟然送来了这么多的疗伤丹药，那我更得抓紧时间恢复，以便应对接下来的比赛。今天我虽然赢下了比赛，但那只不过是侥幸。5阶与4阶之间的差距，仍旧犹如天堑。如果不是韩宇的傲慢，我根本没有赢的可能。而之后若是遇上那一位1号骑士，最强5阶，我又该如何应对？他一招就能让4阶巅峰的对手毫无还手之力，直接认输。用惩戒骑士的打法，
不如他的攻击强大，用守护骑士的打法。我不如他的灵力深厚。圣灵人物在1对1的作战中也起不到很大作用，而且皓月也还迟迟没有回来的迹象。那我若想取胜，唯有……爷爷，星宇大人的儿子是叫龙浩辰吧？见过他了。跟星宇大人不太一样，看起来过于温柔，而且才4阶。哈，听起来你有些失望。难道真是我小看他？为进攻而生的虚实，独特的战斗技巧，甚至还兼修了惩戒与守护，就是不知道你还会不会给我更多惊喜。真是越来越期待和你对上了，龙浩辰。就让我看看，你到底配不配得上最强惩戒骑士的传承吧。与韩宇一战后，我已经摸到了5阶的门槛，只差最后的瓶颈突破了。这都多亏了林心的丹药，我的修炼速度才变得这么快。不知道他那边比赛怎么样了？1号对61号，双方入场。这61号虽然只有4阶，但却是大家公认的种子选手，全凭那颗火云晶，就能在5阶手里过几招呢。火云晶对法师增幅能力极强，这也极为难得。多少人在拍卖场等了好几年也没等到，他可真走运，竟然还有那么大一颗。打赢这场就能晋级决赛了，只是不知道对方的实力。怎么回事？灯怎么关了？在下魔法师1号，在这里向各位道声早安。切，就算是5阶，也不至于这么张扬吧？看1号这浮夸的样子，应该刚突破5阶没多久。凭我4阶巅峰的实力，再加上哇，火云晶，好厉害呀！他果然也忌惮我的火云晶，这场应该稳。巧了，我也有。不好意思啊，稍等一下啊，好像卡住了。什么？不会吧？那也是火云晶！我的天，我从小到大从未见过这么大的火云晶。1号选手不要再卖弄了，这可是猎魔团选拔赛，我宣布，比赛开始。他是5阶，火云晶还这么大，我唯一的优势都没了。小妹妹，你看咱俩这么有缘，都是火系魔法师，
不如打个商量。啊！魔法无眼，况且我对一些5、6阶的魔法控制还不太熟练，万一不小心伤着你，那多伤和气啊！不如我做个简单的控火示范。若你能做到阶界的程度，我就认输。怎么样？控火比试也好，看看他玩什么把戏。行，请指点。如果只是这种分量的液态灵力，我有火元晶的增幅，倒也能模仿出7、8成。哇，华丽的开始！这么大一只火烽火，我待会儿真的能模仿出来吗？我要开始了。现在才算开始。这是什么玩意儿？钢琴都不知道，太丢人了。看好了呀。这是怎么做到的？神乎其技啊！太浪漫了，我也想要。他对液态灵力的操控力居然如此纯熟，这小伙子绝不是刚进入5级的新手。花里胡哨。这玫瑰看起来和真的一样，真是用液态灵力做到的。太美了，我怎么能比得过他？哎呀，我们魔法店竟有如此天才！看我干嘛？你们继续。控火，我比不过你。我宣布，本场比赛1号获胜，获得决赛名额。大众取宠，华而不实。哪里华而不实了？李老，我看您刚才就一直不满意，倒是想打压他，那我可不答应了。你什么你呀？我会打压那小兔崽子？我骂我自己孙子，你们管不着。原来他就是林老家那个怪胎。
对不起，昨天我说好要提前来等你，结果还是让你等。没关系，是我今天出来的有点早。下雨了。下雨也挺好的，能感受到更多。好像离天空也更近了。彩儿，你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为什么每次见到你，都会有种莫名的熟悉感？想要了解你的一切，想要感知你的世界，但只要牵起你的手，好像一切都变得不重要了，只想一直牵着你走下去。我记得前面有个亭子。彩儿，别动。抓住了！抓住了什么？是萤火虫。妈妈说过，萤火虫代表希望。如果夜太深，找不到回家的路，就放一只萤火虫出来，让它带我回家。虽然彩儿看不见萤火虫，但只要我在，我就是你的萤火虫。我来带你回家。傻瓜。那如果让你永远都牵着我走，你愿意吗？我愿意。臭小子！老师，这么晚了，您还在等我？你还知道这么晚了？老师，我……哎，不用解释，人长大了嘛，有自己的生活很正常。老师很开明的，也一点都不担心。老师，您书拿到了。我主要是想给你讲一下明天排名赛的事情。你和你姐这次都通过了初赛，很不错。但这也象征着其他店的初赛也都结束了。每个店决出的前10名都将以本届猎魔团成员的身份进入决赛。但决赛前，各店内部还有一场排名赛。为了给新一批猎魔团成员增强实力，各店准备了一批优质装备作为排名赛奖励。但我希望你能保存实力，专心冲下一阶段的决赛。老师，与强者的战斗能帮助我更快突破5阶瓶颈，所以我不想错过。而且我还想要挑战本届最强。恭喜大家从138位参赛者中脱颖而出，望各位参赛者继续努力比拼。接下来，店内排名赛抽签开始。
这97号也太倒霉了吧，又出到5阶了。哎，不过人家可是本届唯一一个越阶挑战成功的天才选手呢。这场比赛谁输谁赢可说不准。这算是我们骑士殿最强的2位选手对决吧？不只是最强，他们2个还是2位神印骑士的传承对决。从第一次见到他，我就渴望与他战斗。有趣的家伙，终于等到你了。排名赛第1场，1号对97号。你可不要让我失望。比赛开始。那小子有什么好？知道大小姐每次天没亮就来等他。大小姐只是太无聊了。大小姐只是太孤单了。大小姐只是恋爱了。闭嘴吧你！别动，抓住了，是萤火虫。他会喜欢这个礼物吗？排名赛第1场，1号对97号。比赛开始。从小到大，我还从未输过一场比赛。你也是本届大赛我最期待的对手，所以你可不要让我失望了。你也是我最期待的对手。信念光环，守护恩赐，强击光环。弟弟居然一口气释放了3个技能。面对1号这样的天才，浩辰只想全力以赴，挑战最强。身为惩戒骑士，他却只用单剑。声东击西，借力打力，好学长的攻击方式。我的攻击竟然像打在了棉花上。1号打得太轻松了吧？你既已不再隐藏惩戒骑士的身份，何不拿出点像样的进攻？很好，终于不藏了。喂，骑士殿没记载过这个技能吧？是秘技吗？这不太像一般骑士的秘技，充满着恐怖的杀气和威慑力。我喜欢。竟然是斗杀轩辕剑！斗杀轩辕剑是星宇殿主自创的惩戒必杀技，他是星宇殿主的弟子。不错，只是
他的斗杀轩辕剑还不到家，而且因为灵力不够，连这一招1/10的威力都没发挥出来。如果是星宇用，恐怕这个骑士试炼场都保不住。利用爆发的灵力制造剑刃旋风，封锁对手行动，再利用旋风隐匿身形，进而发动猛烈的进攻。斗杀轩辕剑可谓是天才般的技能，可你似乎根本没有领悟到这招的真谛。龙浩辰，你太让我失望了。升龙击！你根本不配星宇大人的传承。这招这么容易就被破了？他手上的传承之剑，竟然也有神印之力。想必你已经感应到了。不错，我同样也有神印骑士的传承。爷，星宇大人的儿子是叫龙浩辰吧？见过他了。跟星宇大人不太一样，看起来过于温柔。而且，才4阶。听起来你有些失望。为了成为最强的惩戒骑士，你父亲一直是我追逐的目标，因此我早想跟你交手。不过现在看来，你惩戒骑士的战法弱爆！如果你的目标也是神印王座，光斩剑，那你的表现简直是在侮辱神印骑士的传承！太快了！弟弟，浩辰所有招数都已用尽，却还是没有一丝胜算。喂，星宇大人，还交给你什么？尽管使出来。去世，准备孤注一掷了。也好，让我看看会有什么惊喜。1号这家伙在卖弄什么呀？以为自己很帅吗？5阶欺负4阶有什么了不起的？灵力的差距，阶级的差距，就是这么残酷。现在浩辰全力以赴的最后一攻，也算不留遗憾。耀日斩！如果只是这一招，未免有点让人失望。耀日斩！果然，你总是有后手。好险！
97号骑士，你是否要认输？剑都断了，这97号得认输了吧？刚才要不是1号骑士留守，他现在恐怕连爬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爷爷，你选的人，终究还是败了。裁判，我还可以继续。我承认，你挺有天赋的，但到此为止吧。你已是强弩之末，再比下去对你有害无利。认输吧，我已经没有兴趣再继续了。1号骑士，我知道你很强，也知道你从一开始就没有尽全力，但我会用我手中的剑证明我自己。所以从现在起，你最好专注一点。这是刚才的剑气，因为我的战斗才刚刚开始。这小子怎么什么都敢用？牺牲虽能瞬间将精血与灵力融为一体，爆发出远超自己修为的实力，但只能持续数十秒，稍有不慎就会精血灵力枯竭而亡。教官，我们快阻止弟弟啊！浩辰，你一定要做到这种程度吗？疯了吗？这不过是个比赛，需要以命相搏吗？竟然敢用牺牲来拉平我们之间的等阶差距，这就是你说的比赛才刚刚开始吗？在牺牲状态下，这一剑的威力一点也不亚于我剑，甚至更高。不错，那我就如你所愿。浩辰，原来这就是你的计划。先是尽可能熟悉对方的战斗技巧，随后通过牺牲短暂的拉平等阶差距，制造取胜的瞬息可能。但若真想击败他，你就必须以时间赛跑，这真的能做到吗？他的杀伤力与之前截然不同。
我们真的不阻止他们吗？这才是真正的传承对决。圣剑。连最后一点灵力也要逼出来吗？龙浩辰，你真的不怕死吗？斗杀，轩辕剑！我就想看见了星宇店主，这才是这招真正的样子吗？与星宇大人几乎一模一样。耀日斩！牺牲带来的增幅竟然这么强！还不够，还不够，还没到极限！圣剑！最后一点灵力也要逼出来吗？龙浩辰，你真的不怕死吗？斗杀，轩辕剑！这才是这招真正的样子吗？与星宇大人几乎一模一样。教官，怎么都看不见了？我就想看见了星宇店主。3、2、1。牺牲带来的增幅竟然这么强，连我的升龙击也无法破开。耀日斩！到了！还不够，还不够，还没到极限！居然一口气连斩18级耀日斩，好疯狂的进攻！没想到牺牲状态下的他，竟能给我带来如此庞大的压迫力。星海灵炉，海灵犀。他想用全身所有灵力发出最强一击。好，比赛的确应该结束。戒之，怒杀！怎么回事？我的灵力回缩了。
都飞走了。啊，都飞走了！这可是大小姐亲手抓的。这小子居然敢让大小姐等这么久！平时的时候，那小子早该到了才对。越想越气，我这就去灭了他！安静！啊，不行，我去查查那小子怎么了啊！他怎么还没来？难道比赛出事了？龙浩辰，这是他的灵力似乎在被体内的灵炉牵引压缩，是灵力液化，而且竟然这么快就稳固了。快看，那是液态能力吗？5阶，这孩子竟然在战斗中突破到了5阶，应该是牺牲带来的狂暴灵力，激发了圣隐灵炉的孕育功能，使他的灵力彻底转化成为液态，让他晋升5阶。神圣恩赐，97号还真是因祸得福啊！骑士殿有史以来最年轻的5阶骑士诞生了。浩辰，你这小子，一定要把自己逼到这种地步吗？这97号可真厉害，差点打成了平手。他应该没事了吧？这97号骑士也太拼了吧！这就是骑士的荣耀吗？1号骑士胜！龙浩辰，我们2个还缺一场真正的对决呢。小雨，但愿你能从龙浩辰身上明白，你现在缺少的是什么。龙浩辰在和杨文昭的比赛中受了重伤，直接危险。杨文昭，嘿嘿，少爷今天又赢了，不愧是我们店的第一天才。岂止骑士殿，他未来可是6大殿绝对的王牌。以他目前的能力，恐怕我用单剑就能赢他。哼，那我就赌你会输给他。龙浩辰，你可不要倒下。1号骑士，我知道你很强，但我会用我手中的剑证明我自己。越界还能逼我使出双剑的人，绝无仅有。失去你这样一个有趣的对手，未来可就没那么好玩了。是谁？给我出来！杨文昭，王一贯呢？5阶刺客。
再不现身，别怪我不客气。不该伤了他，你是为了罗若尘而来。你怎么伤的他，我就怎么伤你。居然是个盲女！不好，少爷团队有情况，所有人都给我上去，保护少爷安全。刺客殿呢？你们想干什么？对不住了，我们大小姐不喜欢被人打扰。好快，刺客殿什么时候出了这样的好手？星海玲珑。海灵击，鬼刺，居然空手破了我的海灵击！少爷，识相的，赶紧给我们让开，不然……杀野大人，骑士殿与刺客殿向来关系最好，阁下这样，不怕挑起两殿矛盾吗？到时候的后果，你可承担得住？只要你们不动，自然不会有什么后果。月之路杀！你就是用这招伤的他。霸王刺！他居然硬刚我的攻击，这哪里像个刺客的战法？你到底想要怎样？你以灵炉伤他，那我就以灵炉破你的灵炉。切机刺！行事！难道真要被他逼得召唤坐骑了吗？你也知道六大殿本是一家，他与你同在骑士殿，你不一样重伤了他？可那是一场比赛！闭嘴！如果不是比赛，你现在已经是一具尸体了。
竟然失约了，他一定还在等我，一定等了我很久。我要去找他。你以灵炉伤他，那我就以灵炉破你的灵炉。如果不是比赛，那你现在已经是一具尸体了。身份了吗？刺客殿那边拒不叫人。哼，那我亲自去查。快，召集所有人包围刺客殿，一定要抓到那个刺客！ 让开！骑士殿捉拿要犯，拦路者杀无赦！英子大人，去请圣骑士长进来，剩下的我来处理。是。我最后再问一遍，你们是让还是不让？ 没有联盟的搜查令，你胆敢强闯刺客殿？除了你们刺客殿，还有谁会那些秘技？还有谁能有千机灵炉？铁证如山，还要什么搜查令？还是说你们要公然包庇罪犯？废话太多，再往前一步，我就把你就地斩杀！哼，不知死活！ 列阵！拿下他们！住手！市长大人，见过圣骑士长。对同胞刀剑相向，成何体统？联盟就是这么教你们的？圣骑士长，尹殿主有请。
清楚何为联盟法规，现在交出刺杀杨文昭之人，还为时未晚。老韩，请回吧。今天无论谁来，我的回答都是一样的，不交，应随风。如今可不是太平盛世，走得了关系，讲得了人情，魔族压境，生死存亡就在眼前。就连你驱魔关的城墙，哪一寸不是鲜血淋漓？他身为联盟一员，就该明白这一身力量从何而来，该用在何处，绝不是恃强凌弱，残害同胞。如此践踏联盟，如此自私心血，如何对得起战场的英魂？你们不肯管，我请联盟来管。我不管他什么背景，身后是谁，绝不轻饶。老韩，这么多年了，你还是眼里揉不得一粒沙子，连亲孙子都舍得逐出骑士殿。我可以告诉你为何不能交人，但你要立下神圣誓言，除了几位神印骑士，绝不外泄。好，我倒要看看你怎么解释。光明神在上，今日之言，若有外传，我韩倩神魂皆陨。你应该知道，3000年前，我刺客殿诞生过一位先天内灵力高达91点的绝世大能，被尊称为巡回之子。那位巡回之子，凭借着绝强的天赋与实力，一人一剑，杀到了前代魔神皇面前。一场旷世大战就此展开。虽然他最终力战而亡，但也成功地重创了魔神皇。那可是人类历史上距离击杀魔神皇最近的一次。其后整整3000年，全人族都没能再出这等天才。但3000年后，新的巡回圣女再度降临人间。而且她的先天内灵力是传说中的100点满值。什么？你说真的？这个人居然是巡回圣女？老韩，你明白吗？他也许能完成巡回之子未竟之业，他就是终结这个黑暗时代的希望之光。难道说，我们真的可以结束这场灭族之战？只要他能杀了魔神皇。那你们为何不好好教导？他仗着自己的力量肆意妄为，你们却如此纵容放任，将来他怎能带领人类而战？怎能拯救这千千万万人之性命？老韩，你不懂。他除了自己的生命，已经付出了一切。什么我不懂？为人类斩破这6000年的黑暗时代，就是他的命。他生来拥有这等力量，就该背负这等责任。
侠者大人当年和你说了一模一样的话，可最近我总会想，我们是否倾听过他们内心的声音？他们想成为什么人，想去做什么事情，都被我们早早决定好。以命运之名剥夺他们选择命运的机会，真的对吗？为了把寻回圣女尽快打造成最锋锐的刀刃，从她诞生开始，刺客殿就动用了最残酷的试炼——六道寻回。那六感丧失的苍白地狱，几乎封闭了他所有情感，结果就是没人能走进他的内心。唯独龙浩辰，才让他活得稍微像个人。所以他犯下这种错误，不能怪他，是我们对不起他。混账！现在，要么拿着这笔钱给我走，要么你就去做龙浩辰的护从骑士。够了，爷爷！是不是在您心中，我永远也比不上别人？今天的事情我会压下去，你们怎么教导他，我的确管不了。但影子，你要记住，若利刃无鞘，将来必有一天伤人伤己，万劫不复。走吧，大人。这件事到此为止，任何人不准外传，明白吗？明白。龙浩辰的老师和姐姐那里都找过了，并未发现他的踪影。那如果让你永远都牵着我走，你愿意吗？子儿，等着我。也许教育悄悄窥探我内心独白，不在于每个暮色徘徊，毫无预兆眼神触碰就汹涌入海，我决定明白，朝你飞奔而来，以为是一场意外，终究是宿命安排。莫之所及，皆期待，平静飞越云海，让黑暗吞噬伤害。萤火只因为失约了。让你等了我这么久，我真该死。划过重重阻碍，我为你而来。萤火虫代表希望。看我在原地徘徊，在耳畔悄悄指引我未来。男生交织无虑，坚定从黑夜离开，决定前行，我愿为你等待。如果夜太深，
找不到回家的路，就放一只萤火虫出来，让它带我回家。习惯万千思绪，心跳的节拍，勇气还在，想用明月入怀。曾经过往，在孤单，在对岸，爱已流淌。只因为还不轻易消散，是鱼头的色彩，跨过重重阻碍，我为你看不见的错传开，世界不止黑白，月亮成全了期待，心已不再掩埋，让疑惑见证。傻瓜，我原谅你了。影子大人，大小姐已经送龙浩辰安全到家了。杨文昭呢？情况如何？身受重伤，但不致命，估计要躺几天。刺客殿和骑士殿的交情由来已久，不能因为这件事就出现嫌隙。更何况杨文昭也是这一代年轻人中的佼佼者，同为人类未来的希望，不能出现任何纰漏。去给我请治疗殿的殿主出手，不管多大代价，必须给我全力治好他。无论如何，都不能影响他后续的比赛。是。另外还有一件事情，我想问问你。您请说。你在圣女身边待了那么久，觉得那个叫龙浩辰的小子，品性到底如何？那个小家伙，的确是天生的骑士。他从小就坚韧勇敢，仅凭一颗善良之心，就敢于直面比自己强大得多的敌人。大小姐从刺客殿出逃那次，如果不是遇到小龙浩辰，恐怕就已经出事了。当时大小姐自愿回来继续接受巡回圣女的试炼，多少和龙浩辰也有关系。而且直到现在，她都不知道大小姐的真实身份，只是以为大小姐是普通的盲女。但我能看得出，她是真心对待大小姐的。唉，这段感情对于彩儿来说，就是无尽黑暗中唯一的光。但也正因如此，她不管是对龙浩辰，还是这段感情，都会十分偏执。这种偏执是他们之间最为强大的羁绊，但也会造成一些难以预料的后果。这一次重伤杨文昭，万幸还可以挽回，但我担心这种偏执总有一天会将彩儿和她所爱的人拖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希望龙浩辰真的能帮大小姐驱散心中的黑暗吧。希望如此，但不管怎么说，这一次终究是圣女的错，更是我们刺客殿的错。你继续待在圣女身边看好他们，我要亲自去向杨文昭道歉。
希望你能睡一个好觉。这里是昊丁山？什么？这么快就5阶了，还不错。爸，来，让我试试你现在的实力。是，老师。看来你还不太熟悉液态灵力的使用方式。想象你的灵力像水一样流动，你体内的经脉就如同江河。让灵力从经脉到手臂，到指掌，再汇聚到剑尖，然后挥出。很好，不愧是有史以来最年轻的5阶骑士。爸爸，我会尽快达到7阶。然后去见你和妈妈。当然，爸爸相信。但5阶不过是开始，你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等你到了6阶，灵力之翼将让你翱翔天际；等你到了7阶，光耀之体将让你与光同在；等你到了8阶，灵罡一出，即可荡尽邪魔。而等你到了9阶，领域之内，你即是神明。但无论你能走到哪一步，你永远都是爸爸的骄傲。爸爸！你好好养伤，勿以我为念。等你开始决赛的时候，你我自能相见。彩儿，决赛相见什么意思啊？好啊，到5阶了嘛。看来我这个老师也没有什么可以教的了。老师，这怎么行？你还知道我是你老师？我教你那么多东西全忘了？我问你，如果你的对手是魔族呢？如果你是在和魔族对抗的战场上呢？如果你还有伙伴在等着你的救援呢？你也像他杨文昭一样硬拼？老师，事后在战场上，我一定会以团队为重，但在赛场上，我想珍惜每一次和强者对战的机会。我尊重你的想法，但你要记住，命没了，就什么都没了。拿着，你的剑坏了，明天还得去参加决赛的抽签仪式。啊，明天？你睡了3天3夜，排名赛已经结束了，明天就是猎魔团大赛的决赛。不过放心，你现在可是和你老师一样的5阶高手，该担心的应该是你的对手。决赛？热
参加决赛了呢，真期待啊！彩儿说决赛相见，是不是今天能在这里看见他？龙兄弟，来，这边！林欣，看来我猜对了呀！你们竟然也都闯入决赛了，龙兄弟，拿到前3一定要选我哟！干嘛选你啊？我弟弟肯定要选厉害的人。厉害的人，哼哼。重新介绍一下，鄙人，魔法殿初赛第1名，初赛第1。你实力如此强大，决赛你比我进入前3的可能性更高吧？哎，不可说，决赛和初赛不一样。其实啊，运气是很重要的。走，先去抽签。这就是决赛的60人了。加油！没问题啊，你也要加油。那首不错，是吧？我练了好久呢。是他，厉害。是啊，他好像气色不太好。这里都是决赛的参赛选手，彩儿怎么会在这里出现呢？是刺客殿。这群人平时神龙见首不见尾，难得看见他们。可只有9个人，刺客殿怎么少了1个人？啊？对啊，还有1个人呢。准备！是他，彩儿。哇，她可真好看。恭迎刺客1号大小姐。什么？这盲女是刺客1号？彩儿是刺客1号。刺客殿这届唯一的那个舞阶。刺客殿特意邀请了治疗殿殿主为你治疗，确保不留任何后患。他们也愿满足你提出的任何补偿条件。我只需要下次见面，光明正大的赢他。这么些天来，我居然从来没有想过他的身份。我答应过你决赛相见，可我没想过你也是来参加比赛的，还是5阶刺客，以前也从未听你说过。说与不说，又有什么区别呢？我还是彩儿，
粉红的气氛是怎么回事？他们在谈恋爱。哦，原来是这样。啊！要是这小子今后敢欺负彩儿，不可能。从一而终可是骑士殿第11大准则。哎呀，你们两个店就是太正经了。谈恋爱嘛，不行就换个。都当爷爷的人了，还没个正形，别把你孙子给教坏了。听说你们治疗店这届有个光头不错，不如让给我们战士店吧。你做梦！好了，年轻人都在底下看着呢，我们赶紧开始分组吧。现在开始抽签。首先，我要恭喜在座的各位，进入前60，就意味着你成为了猎魔团的一员。我代表猎魔团，欢迎你们的加入。现在，开始猎魔团决赛的分组仪式。我们60个人将通过抽签分成6组，去6个分赛场进行积分赛，10人一组，每个人都要和同组其他人进行1对1战斗，胜者积2分，负者0分。若平局，则双方各1分。最终，60个人根据积分高低排名，前16名进入下一轮比赛。现在开始抽签，无论方式，抓到同颜色彩球的人为一组，1人1球，按量即选中。限时1刻钟。记住，猎魔团不仅需要实力，还需要趋利避害的眼力和计谋。通过抽签，能提前熟悉对手，以便日后能组成更匹配的团队。要拿到紫球，不能让他和彩儿一组。是你，你的对手是我。抱歉，阿黄帮我抢球太着急了。我这里有2颗球，分你一个吧。没事。身体都还没好，还想被别人再打一顿啊？婴儿。抢的分你一颗，决赛和我打一场。黄色，好丑，能打不就行了吗？
管什么丑不丑的。可我喜欢粉色。这里谁最强？都不知道抢什么颜色，这里到底谁最强啊？那当然是我们刺客1号大姐最强啦！那就抢紫球，挑战最强。嘿嘿，幸好赶上了。好，力量不错。球归我了，哈哈哈哈哈哈！有机会我们再干一架。哈哈。段兄，好兄，我从魔族带回来的茶叶如何呀？唇齿留香，缓解疲劳，根本不想打架。林兄，你们认识？刚认识的，初来乍到都是朋友嘛。靠小爷的交际手段，一壶茶就把各店的抢球消息全摸清楚了。尤其是这盲女刺客绝对不简单。此球万万不可抢！喂，林鑫，要不要决赛和我打一场？我才不要和你一组！鄙人，魔法殿初赛第1名。哎，听说魔法殿冠军选手实力逆天啊，每次对战根本无需攻击。仅仅是举手投足间展示的霸气，就足以震慑住对手了。他这反应，怎么看都不像那么厉害呀！干嘛？不行，我试试看。喂，你干什么？完了完了，这岂不是要和本镇最恐怖的那位对战？不行，离结束还有点时间，得赶紧换个球。段兄，好凶！实不相瞒，我对二位一见如故，相逢恨晚。正所谓，在家靠兄弟，出门靠朋友。如不嫌弃，咱仨对天盟誓，日后也算有个照应。不反对就是同意了。二位对我推心置腹，那我要是存有私心，还瞒着两位，那就真的是猪狗不如，天理不容。本届大赛各大强者，我已一一探明。实不相瞒，二位所在队伍高手如云，高手如云，着实不妙啊。我就直说了，唯有我这紫球队伍水平最弱，兄弟有难，本该两肋插刀，无奈我只有紫球1枚，兄长却有2位，我着实为难呐。大丈夫顶天立地，岂能因为为难就无动于衷，陷兄长于不义？
正所谓，成功都是留给果断的人。那这改变命运的机会，只能先到先得了。来，谁要跟我换？我来参加比赛啊，就是为了找实力相近的人，不然对手太弱了，就太无聊了。对啊，我还希望遇到一个强劲的对手，能让我提提神呢，不然这次比赛太无聊了。大笑，好凶！我果然没有看错人，都不是欺软怕硬之辈。这两位兄弟，我交定了。实不相瞒，我手里的紫球队伍里，确实有本届的最强选手。啊？听说他在刺客殿的初赛上，一个眼神就令同时挑战他的11名刺客倒地不起。可看那位姑娘是一位盲人，就是因为他的眼神太犀利了，怕伤及无辜，才把自己的眼睛封印了起来。连我们联盟的影随风大人都忌惮他3分呢。看来也只有小弟我作为魔法殿百年不遇的天才，才有这个机会与之争锋了。林兄弟，要不咱俩换一下？别，我还要和你换。你听我说啊！不行，你听我说，你先来的，我先来。谁赢了，紫球就归谁。1刻钟已到，抽签结束。你们不会真相信他说的鬼话吧？啊！大力之，我与你无怨无仇，你为什么总是坏我好事？魔法殿天才与最强刺客的强者争锋，不是挺有看头的吗？怎么就坏你好事了？谁娶了你，谁倒霉！你就少操心了，有时间还不如和我打一架呢。你。啊！惨了，怎么办呀？还有谁能帮我？啊！龙兄弟！我们不理那个疯婆子，怎么样？兄弟，我之前给的丹药还行吧？多亏了你的丹药，最近我修炼的速度的确快了很多。哎呀，还不是龙兄弟你底子好，天赋高，人长得帅，说话又好听。我能交到兄弟你这般的人中龙凤，是我的福气。龙兄弟，别忘了我们的约定，进前3记得选我。以后龙兄弟有什么丹药上的需求，尽管问我要。我突然想起来，还有要事在身，我先走一步啦。彩儿，各参赛选手请注意，现在开始宣读抽签结果。决赛第1场，骑士龙浩辰对刺客星璇，双方入场。啊！由于空旷赛场不适合刺客发挥，因此场地内将提供柱子，掩护其身形，保证比赛的公平性。我真是个倒霉蛋儿，好不容易躲过1号大劫，
就碰上了大姐夫。请2位选手就位。从现在开始，将进行真正的6大殿全职业混战。我的目标就是夺取本届大赛第1。哇，对手也都是来自各个殿的佼佼者。哼，幸好我们不是第一个上场，能先观察对手，尤其是这位大姐夫。重申一遍，不得故意伤害对手，认输或失去战斗能力的一方将被判负。比赛开始。刺客的特点是速度与隐匿，先试试他的反应。御风翼，我在这儿呢，看招！别人姐快看，那刺客居然能飞哎！奇怪，不是只有到了6阶才能拥有飞行的能力吗？可他明明才4阶。嘿嘿，我有6阶飞行能力的加持。大姐夫，你可不能怪我耍赖！嘿嘿。猎魔团选拔赛决赛第1场，骑士龙浩辰对刺客星璇，比赛开始。刺客的特点是速度与隐匿，先试试他的反应。御风翼，嘿嘿，我在这儿呢，看招！哇，丢人姐快看，那刺客居然能飞哎！奇怪，不是只有到了6阶才能拥有飞行的能力吗？可他明明才4阶。是他背上那个装备。这星璇战斗能力一般，却总是整些奇怪的玩意儿。看来普通的攻击难以击中他。试试闪电刺。我的御风翼能感应空气的流动，自行改变方向。嘿，你的技能想打中我？没门儿！嘿，不仅如此，它还不消耗我的灵力。就这样飞3天3夜，你都休想摸到我！哈哈，打不着，打不着，我看你拿我怎么办！嘿嘿，哟呼，兄弟们，怎么样？我这个新装备还不错吧？简直太棒了！耶！刺客星璇，这可是比赛，严肃一点。对不起，对不起。大姐夫，不能伤你，但是跟你耗个平手，你也拿我没办法吧？这个飞行装备倒是不错，只要不碰上5阶，基本就输不了。如果我还是4阶，的确拿星璇没有办法，但骑士对刺客的打法有很多种，但我只教你1种。闪电刺！哦，别费劲了，大姐夫，你的技能是打不住我的。骑士到达5阶后，可以学习的技能中有一个顽克刺客的技能，任他行踪诡秘，难以捉摸。你只需有1招，锁定。锁定！锁定之后，所有攻击必定会命中对手。这个技能可是刺客的克星。
所以高阶的刺客怎么会像他那样大摇大摆地飘在天上当靶子？我认输。多谢大姐夫手下留情。要不是您最后解除锁定，小弟这条命都要交代在这里了。骑士龙号陈胜，记2分。小弟送上一对豪华情侣版御风衣，祝大姐夫和1号大姐百年好合，比翼双飞。大姐夫，1号大姐，这都是什么啊？魔法师林心对治疗师司马仙，双方上场。有趣，林心居然对上那暴力治疗师。正好让我看看这家伙到底什么水平。因为治疗师不善攻击，因此只要能防御10分钟不败，即为胜利。啊，这是治疗师，也太健壮了吧！嘿嘿，好亮！比赛开始。司马兄，现在站在你面前的是本届猎魔团选拔赛魔法殿初赛第1，史上最强5阶巅峰火系魔法师，这太凌厉！未来魔法殿殿主，毫无疑问的王牌接班人。不小心还有一点点帅气的林大人，林心。殿主接班人，我都还没轮上呢！冷静别冲动，注意形象，注意形象。治疗师在赛场上除了刺客以外，最怕遇上强力的魔法师。司马兄对上我，不如自行认输吧。怎么样，小爷这一出手，你这小小的4阶是不是已经吓得屁滚尿流了？无敌魔法师林心获胜。认输？哼，那本大爷治疗殿初赛第1的面子何在啊？什么鬼啊！这些闪闪发光的肌肉，是治疗师该长的吗？个人原因，和整个治疗殿无关。管你什么狗屁5阶，是本大爷一记圣光之锤！有没有搞错啊？治疗师竟然主动向魔法师发起攻击！混沌！这真的是治疗师！等一下，司马兄，你是不是没看清楚啊？我这么大一个火云晶哦，而且我还是5阶，你是4阶，打起来一个不小心，只怕你重伤不起呀！哼，啰里啰嗦的，还打不打？你有什么招式？你给我使出来！居然没有镇住这臭光头，没道理啊！这魔法无眼，我好言相劝，你却不领情，到时候受了伤，你可别后悔。少废话，你的魔法没长眼睛，我的锤子也没长眼睛。你
是个听不懂人话的棒槌吗？我这病，元素结界，圣光爆弹！这光头下又下不走，还这么暴烈！啊！变态呀！我要离他远点儿！别跑啊，五阶魔法师！再吃我一锤！傻子才不跑！别跑啊！林星这家伙到底在干什么呀？为什么一直在躲？这根本就是个披着治疗师皮的战士嘛！还跑！吃本大爷一击，威猛流星锤！一只光头居然还要远程偷袭！还好小爷身手矫健，打不中吧？你倒是打中小爷呀！你个傻子，这不就打中了？打人不打脸！好啊，没想到你这个光头这么暴力，小爷就让你打！炎龙吐息，无灭之焰，梵天烈火，尝尽眼前一切！这可是5阶顶级的防御魔法，今天就看是你的锤子硬，还是我的元素火盾硬。切，搞了半天还是个防御魔法，那肯定是我的锤子硬。看我把你砸个稀巴烂！超级无敌威猛流星锤！你过来啊！这什么情况？魔法师和治疗师的战斗，居然是治疗师主攻，魔法师防守。更奇怪的是，林星到现在为止都没有用过一个攻击魔法。这家伙果然有鬼。光头，不行了吧？你倒是破掉我的防御呀！当你灵力耗光，还是能吹翻你。想耗光我的灵力哦，简直是白日做梦。光头，看到了没？这么大一个弹药瓶，里面的每一颗弹药都能恢复200点灵力。我看你怎么吹翻我！这个绿毛乌龟，别耍赖！什么叫耍赖啊？大赛又没规定不许吃药，有药你有吗？啊！你今天输定了，光头。气死我了！比赛结束，治疗师司马先生，
积2分。等一下，他怎么就赢了？您没有看到他破不了我的防御吗？你是治疗师还是他是治疗师啊？到底谁该防御谁该进攻？10分钟了，知道吗？哦，对哟，哥是治疗师，10分钟你赢不了我就算输了。傻了吧？你们2个奇葩，赶紧给我下去！有你这样的治疗师吗？哎，哥有药，哥有药，哎呀，这是哪2个店培养出来的人才啊？我们店怎么就没有呢？你闭嘴！下一场，刺客彩儿对骑士李欣，双方上场。哟，报应啊，大力之！叫你坑我，这下自己对上刺客1号了吧？接下来有好戏看喽！下一场，刺客彩儿对骑士李欣，双方上场。哟，报应啊，大力之！叫你坑我，这下自己对上刺客1号了吧？接下来有好戏看喽！没想到第1场就对上了彩儿妹妹。哟，一边是刺客里最神秘的1号选手，一边是英姿飒爽的地狱玫瑰。听说啊，这个刺客1号一个人单挑11个刺客，成为了刺客初赛第1。这实力可不容小觑啊！看起来这场比赛一定很精彩。彩儿妹妹和浩辰关系这么好，她的眼睛又看不见，这场比赛该怎么打呀？要不然我就……骑士与刺客的比赛，场地需要一些变化，2位请稍等。不用了，这场我认输。啊！彩儿妹妹，你为什么认输啊？我不需要你让，而且这样你之后再输1场，出线就危险了。要认输也该是我才对。欣儿姐，放心吧。骑士李欣胜，积2分。下一场，召唤师陈婴儿对战士王媛媛，双方上场。2个女孩子打架，一定相当精彩吧？哎，对，战士对战召唤师，正好可以了解一下这2个职业的战斗方式。嗨，圆圆姐，拳脚无情，小妹妹，你可要小心点。好嘞，我会小心的。不知道这个小怪物又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惊喜。我可不会让你，也不怕别人说我欺负你，因为我要成为本届猎魔团最强的那个人。圆圆姐好帅呀！比赛开始。这
这个召唤师看起来很娇弱，没想到身法这么好。哼，不错，试试这个。而这个战士拳法如此霸道，难道他的武器是拳套？好险！圆圆姐，看我的！灵极本源，万物皆有。灵极天地，空则八方。这小丫头，怎么竟有那3水的影子？灵极星桥，众生为伴。终于像个召唤师了，但击败召唤师最好的时机，就是在你召唤成功之前。这是什么防御技能？我的攻击像是陷进棉花里一般，一点作用都没有。小妹妹，你还真不错呀！这技能看起来还有点好吃哎！永恒之上的万物之灵啊，聆听我的召唤吧！我将以无之灵万汝之名。这是生灵之门，竟然是生灵之门！这里边召唤出来的魔兽都是8级以上。原来那个召唤出8级地狱3头拳的小姑娘，就是她。这么小的女娃子，怎么会有生灵之门？召唤万物为己用，应该是只有8阶灵帝才能够使用的技能。但愿这次别再出岔子，咱们店可不能丢人了。开启吧，生灵之门，归来吧，我的伙伴！这乌鸦一定是8级魔兽。哼，谁怕谁呀？不是吧？面对这状况，他还有后手反击！快看快看，这阵仗不得了啊！那是什么？哦，这是什么？好强的威压！这下可刺激了，终于要出压箱体的技能了！别吵了，认真看表演吧。就是，万一下次对上了，还能多留个心眼。这小丫头是什么鬼啊？丢脸丢到姥姥家了。啊！又召唤失败了，我最近的运气真的太差了。看在您可爱
的份上饶了你。裁判，我认输。妍妍姐，你摸摸它。手感超级好哦。战士王圆圆胜，积2分。这个女娃子的生灵之门出什么问题了？难道生灵之门还有山寨的？这个雕刻的花纹很不错呀。这陈婴儿还真是出人意料。不过那个王圆圆，似乎还有一个十分强悍的后手没有亮出来。看来她的武器不只是全套那么简单。对了，和彩儿约定的时间到了。这猎魔团怎么都是一些奇葩比赛？对啊，魔法师不会攻击，治疗师不会治疗，召唤还是个小绵羊。彩儿，给你。罗浩辰，怎么了？彩儿。罗浩辰！发生了什么？一个奇怪的法阵将罗浩辰传走了，他看起来也不清楚原因。有什么办法可以找到他？大小姐，那法阵我从未见过，也许不是这个位面的产物。当然，这还需要再去调查一下才能确定。目前我们能做的，恐怕就只有等他自己回来。如果他回不来呢？那就证明他死在了另一个位面。封锁这里，任何人都不得出入。是。啊！这是哪里？哥哥，哥哥，救救我们！皓月，是你在说话吗？是的，哥哥。皓月，你竟然可以说话了！哥哥，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不仅可以说话，也可以进化。吞噬了石球的能量后，我们快要进化了，但是却遭到了整个世界的排斥。我们需要你的帮助。皓月，皓月遇到危险了，我得赶紧找到他。
这些是怨灵，怎么会有这么多的怨灵？奥斯汀·格里芬，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啊？他们去的也是皓月的方向，看来我得快点了。气息。在那边，皓月，等着我。皓月，无论如何，我也要把你带回去。收藏加关注，追番不迷路。各位看得那么认真，想必已经对扫码流程并无于心了。人群中，靠在你的身侧，心跳却砰砰乱乱。